大家好，这集是完全 unplanned 的。本来最近我是想要聊一聊投资黄金啊、美元的走势啊、吉隆坡的房地产这些东西，但是说实在的，就真的写不下去。最近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就让我觉得心里面挺就是坐立难安吧，有点心疼。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是比较 vulnerable with you guys，就虽然我们没见过。但是我就觉得我的观众里面，at least 通过你们的留言，还有些朋友给我写的邮件，我感觉我的很多观众是懂我的，就是你们不只是观众，就也是懂我的人吧。我告诉你们我真实的感觉，我真实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当是跟朋友聊聊天儿那样。所以今天这集不会讲什么投资，但是也会 share 一些 financial updates。如果没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就 skip，然后去看我其他的视频，我讲投资那些。那我就进入主题了。我的孩子他出了一些问题，对于新观众，我先介绍一下吧。我30多岁，住在北加州，已婚。我并没有真的人类的孩子，但是我有狗宝宝。目前跟着我3个狗宝宝，最老的快要16，然后最小的也快要13。其实我还有2个狗宝宝在我妈妈那边，然后妈妈住在 Las Vegas，她的狗宝宝也是有一个13的。跟我的2个狗宝宝其实是 biological brother 的亲兄弟，还有我妈妈那边另外一只狗是个金毛，还很小。对，所以 between 我和我妈妈加起来其实是有5只狗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会有这么多狗，这个其实不能该这么说，我知道为什么，但是 it's a long story, I'll save you from that。但 basically 就是我们家有很多狗狗，然后大部分都是老狗。现在最让我就是心里面牵挂和痛心的，就是心疼吧，不是说痛心吧，就是有点心疼的，就是我那个最老的狗狗，就是快16，它叫 Bobby，它身体其实都挺好的，对于一个人类100多岁的狗狗来说，它身体算不错了，就是特别爱吃饭，每天高高兴兴的，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也特别爱它。然后它就是有一些就是老人有的问题吧，比如说腿脚不方便，走路很慢，然后走一走就要休息，然后有点瘸，但是这些我觉得都还可以克服。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那个眼睛，就是这个 under eye，就这个眼底下这边长了一个小肿瘤，这个肿瘤已经长了3、4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变大，until 半年前。半年前这个肿瘤突然间就开始好像繁殖一样的就在长，但是长的速度也还行，就是 manageable。我带他去看过医生，医生是说可以手术，就是要做一大堆检查，然后可以手术。也可以再等等看，就是如果它没有长得特别快，没有长得特别大，只要不影响它的眼珠子的健康或者眼睛健康，那就也还可以。所以我们就一直是属于保守治疗，因为他2年前已经动过一个手术，切掉一个癌了。我就觉得他这么老了，快16了，虽然就是从医学理论上来说，当然我不是医生，我也不是最懂的。我的狗医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就是理论上来说，就所有的指标，比如说验血、验尿，然后包括就是那个肝脏啊、内部的 organ 这些指标，只要在那个健康范围内，那做一个全麻，做一个手术，切掉这个眼睛底下的这个 eyelid mass 是可以的，应该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当然，所有人全麻都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或者是一些 complications。就是做手术之前还是要让我签那种生死书那种东西，每次签那个我心惊胆战。但是就是理论上来说不会有问题。如果我的观众里面有医生，也请帮我就是分析，就是我的狗医生说的应该是对的吧？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最近这一周，他突然间这个眼睛的这个底下这个 eyelid mass 就长得很快，然后他在蹭，因为应该是不舒服吧，他就是把这个眼睛在地上蹭，还有蹭的什么床单上什么的，然后就破了。然后就不好了，他怎么都这个伤口它就不好了，不愈合了，导致于他从昨天到今天，整个这个左眼就直接关上了，打不开。看得我那叫一个心疼，就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跟我老公也讨论过，然后就是讨论，如果做手术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呀，有可能会切了以后又长回来，也有可能会切了就好了，然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该切吗？因为他还有那个 arthritis，就是走路一跛一跛的，只能走2、3分钟就不能走了，就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手术。然后今天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心疼不过了，
所以我就带他去看了医生，照了 X-ray。医生说从 X-ray 来看，他 internal organ 是 OK 的，没有长什么可见性的癌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手术的费用，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美国的医疗费用不只是人贵，狗真的很贵，我跟你们说一下。OK，不好意思，我换了个角度，因为刚刚那个太阳直晒，我已经太热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带我的狗狗去看了那种就是 family doctor primary care，而在美国，就不管是人还是狗，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家庭医生，就是你普通的情况会先去看那个家庭医生，如果你有什么更 deeper 问题，他会 refer you to specialist。然后今天我们看 family doctor，他的 consultation fee 就是去看他一下，就是68美元。做了个 X-ray，就照了3张片子，一个是正前面躺着，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照了3个片子，片子要295。他又把我这3个片子送去那个 radiologist，就是 specialist。我的医生说，那个他虽然自己也看得懂这个片子，但是他就觉得好像 it's a common thing，就是一定会送去一个更专业的人，就叫 radiologist，让他们再看一下这个片子，然后那个人再看一下就要160块，明天还会告诉我结果。然后他的眼睛的话，他们给他的眼睛上了一种药水儿，上了药水儿以后会让就是检查里面有没有破裂，然后如果有破裂的话，那个破裂的地方会有颜色，所以整个这个东西上药水儿啊，看检查眼睛，看有破裂什么这些东西，加起来就要17加38加24，差不多100块钱吧。整个今天就是拍了个 X-ray 片子，然后检查了一下眼睛，还没有包括药什么的，就已经602美元了，这已经是我能拿到最便宜的了。药我本来就已经买了，所以今天就没有再拿更多的药，如果之后要拿更多药再付钱。如果去看那个 specialist，有个专门的 eye surgeon specialist，他们会更贵，我还没有去，但是之前找了那个 oncology，就是癌症医生，癌症医生给报了个价，就是如果要做手术，包括检查，包括 hospitalization，有可能会需要住院2、3天，加起来大概是9807美元。我只能说是真心贵。当然，你们可能会问保险，我们家狗狗因为年纪太大了，以前也买过保险，然后那个保险算是已经亏了，那个保险公司算是已经亏了，因为我们以前给它买的保险大概一年是1000多美元，给它做了个手术花了1万多，保险公司最高只赔我们7500，但是已经算是 cover most of it。之后他就给我们的保价又涨了，涨到2000多一年，而且一年最多 cover5000多，就 doesn't make sense anymore，所以我们就把保险 cancel 了。我们家狗狗这个现在的情况搞得我非常心神不宁了。本来这个周末是要跟我以前的好朋友的 birthday party，我们要一起去 Lake Tahoe 那边玩，什么都 plan 好了。然后现在这个情况看，我可能就不能去了，因为我们家宝宝需要 basically 24/7 monitor，就是看着他，叫他不能去揉眼睛，不能再把那个肿瘤压到眼睛里面去了，需要让眼睛里面的溃疡还有伤口可以愈合。下周我带他去 recheck 看看这个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如果不能恢复的话，我还要去看 specialist，看怎么办。就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是应该手术还是不应该手术。因为他不只是眼睛的问题，还有之前我跟你们说，就是他走路手这边儿很疼，也走不了多远。但是他也没有其他的癌症，这个时候你确实是不应该安乐死的，不是吗？就很愁。然后我应该是会带宝宝去看这个 ophthalmologist，就是这个眼科专医。我刚刚约了他们，他们的 consultation fee 就365，这只是看一眼，所以接下来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家宝宝，眼睛需要治吗？还是治不治呢？我决定要用 AI 来看一下他的建议，因为就是眼睛的问题要看眼睛专科，他走路很瘸，这个又要去看 bone specialist，又要去做 rehab，就是康健那种，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可以给我一个综合的建议，关于他的整体情况，还有他的 age，还有他的衰老程度，他的眼睛的问题，他的腿的问题。我到底该做什么样子的决定才是对他最值得、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个综合医生，所以我只能自己去 AI 看看能不能，就是我现在已经告诉了所有 Bobby 的情况，告诉了 ChatGPT，一会儿我再给他一些照片，
看看他能不能给我分析出来什么建议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之前就发过照片给 ChatGPT，所以这是一个 ongoing conversation。他的回答是：“The mass under the eyelid appears to be larger than the previous photo，比以前更大了。它有点 dragging，就是把那个眼睛往下拉，对。然后还有 mild discharge。他说这个对 Bobby 来说应该是有 more irritating，就更痒或者更疼，然后他更想要去抓，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给他带了那个空，然后他建议我去给他看眼睛医生。我把3张 X-ray 照片都上传一下，让 AI 给我解析。看起来没有什么 chest mass，所以这边是好的。然后 lung nodules for consolidation that might suggest metastatic cancer, bone destruction or aggressive lesion, enlarged abdominal organ mass. The heart appear to be within normal size. Might be some mild haziness in the lung. Shows signs of aging, but I don't see any acute tumor. 大致上来看，现在是没有癌症，是可以看出来的。OK，然后我再问问他的腿的问题，问问他到底该不该做这个手术，或者我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很多时候 AI 真的挺会安慰人的。比如说，他现在回复就是先让我觉得他理解我的 situation 和我的疼痛，就是我的心疼。他就是说，You're facing a deeply emotional 和 complex decision, and you'r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So let's break it up，就非常理性的一步一步的去考虑。他就是说，OK，那现在是什么东西是 going well？他还在吃饭，他还在舔我。他还在 walk around the house， 出去会短短的走一走。AI 的 recommendation 是让他舒服，给他吃止痛药，然后尽量让他可以出去上厕所什么的，去找个眼睛医生看，which is what I did。我已经 schedule 了下周去。如果腿疼得太厉害，不能够上厕所，不能够动，或者是眼睛太疼的话，他的 final thought 是 surgery might technically be possible, but that doesn't mean Bobby needs it right now. You know him the best. Oh my god，我肚子这个就要哭了。他说我现在应该是就是让他保持舒服，然后等他每天舒服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的话，就应该要送他走，我让他走。让我 clear 一下我的 thoughts，我们回到视频的下一段。这个我这集有点 negative，不好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就不得不想到，就是我们人老了，都是动物，都是一样的，都是会有这一天，会有这些问题。讲这些也是想跟你们讨论一下，就不要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要孩子这件事情特别 common，也不只是因为 it's a trend。应该也是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以前老想法是说养儿防老，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孩子长大了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也很烦你一直去烦他，或者是需要依靠他照顾你。你也不应该养个孩子，就是为了让他来照顾你的晚年。That's not love, that's selfish, I think。就我说的这些话可能有点 controversial。然后还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生孩子，因为我已经有孩子了，我的这几个狗狗就是我的孩子。我这么说，很多人会跟我 argue 说，你那些狗狗算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养一个孩子到底有多么的辛苦。我是自己没有养过孩子，但是我旁边的好朋友有养过，我听他们 describe 我都觉得辛苦。妈妈真的很伟大。我虽然不是一个人类孩子的妈妈，但是我是3只狗加2只狗、5只狗的孩子的妈妈，我觉得我能体会。而且我这些孩子已经跟了我10几年了，我以前也有狗就过世了，我知道这一份责任有多大，还有这一份爱，就是它是双面的，就是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温暖，很多暖心，但是它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痛苦和 restriction。我就说的很 raw， 就这个事儿算了，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觉得再多说已经快要被骂死了。唉，最近就是心里面就一直想着这件事儿，所以那几个投资的视频真的做不下去。等我确定我的狗狗怎么办的时候，我再来讲一讲投资吧。还有一些同学给我留言说，怎么样才能财富自由？财富自由一切都好了，你过得真好什么的。我今天就给你们非常 raw 的 share 一下我真实面对的情况，就是我的狗狗这些问题。
还有我的一些无奈吧，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看他们，也不能跟我老公一起出去旅游，就很多 restriction。我这么说好像很 privilege，就是哦，你还在想旅游什么的，你这么有钱，但是其实也不是的。你们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那么有钱的话，我干嘛非得那么 please YouTube algorithm？我为什么要每天发一个视频？我如果真的那么有钱，那我干脆就是想发时候就发，不想发时候就不发，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现在的这个世界的动荡情况，经济动荡的情况，这种不确定性，我又是一个 control freak，我特别需要稳定感呀，需要安全感，所以就光投资。哎，我甚至最近还有一些投资有可能会收不回来，那又是 a whole other story，我就不在这儿跟你们展开说了。反正 basically 就是心里面很没有安全感，就是如果就不赚钱了，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在这儿做这个 YouTube 频道，一是因为我真的爱做，我爱跟你们聊天儿，我在这儿聊我可开心了，但是希望你们也爱看。然后再来就是我毕竟也才30多岁嘛，希望我还有50、60年可以活，就50、60年世界会怎么变，经济会怎么变，这都是太多 uncertainty。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些收入，就算没有很多收入，但有一点点会有一点儿是一点吧，就是加一点安全感，这也是我做这个频道的一个原因了。我今天真的好多心里话都跟你们说，我刚才说这些也就是想要说这个财务自由，我还写下来了这句话，财务自由不是终点，它只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并不是说财务自由就 solve all your problems，就是财务自由以后人生就完美了。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世界变动，除非你真的有千万千万的钱，otherwise 没有办法确定你就是财务自由了。这集就感谢你听我在这儿聊这些吧。我现在 plan 是可以 get my dog situation under control，然后有一个方案，以后再跟你们聊聊我本来打算做的那些视频吧。就是投资啊，投资房地产啊，投资黄金啊。希望今天的聊天 session 也给你一些共鸣吧。祝大家一切都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